小浩，你是后备班考勤最差的学员，而且你还屡次违反校纪，必须重罚，以正校规。按照学校校规第8条，罚你匍匐行进2公里。像我这样屡教不改的学生，罚2公里哪够？怎么也得背着负重罚4公里吧？既然向浩同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反省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开始吧。喂，明明可以减刑的，你干嘛要求双倍啊？傻呀你！继续了，你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停下来！要罚4公里就要罚4公里，别拦我！肖教官不是一直很挺向浩的吗？今天怎么了？当众拆的台，还罚双倍。看来传言是真的，向浩和肖教官掰了。那刘露是什么情况？那么帮向浩？唉，又是一个迷向浩的傻姑娘。我真不明白向浩那小子有什么好的。 你不是说萧寒爱向浩，一定不会下手惩罚他吗？我怎么知道他竟然能这么狠心？可是就算他惩罚了向浩，也并不代表他们之间就没有感情啊！我只相信我看见的，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。 过来，沈文宇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一次又一次的找向浩和萧寒的麻烦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看见向浩伤成这样，你心里很痛快吗？这就是你要的幸福啊！你醒醒吧，你只不过把向浩当成了一件值得炫耀的玩具，你根本就不爱他。别再耍大小姐脾气了好吗？如果你再这么任性下去， 我都要怀疑是不是爱错人了。萧浩，浩哥，萧浩，怎么样啊？萧浩，来。 是吧？快走浴室吧。怎么样啊？梁向浩，慢点。没事吧？要紧吗？是为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
好，除了体能消耗过度之外，基本都是些皮外伤。马上就是极鹰战队的决选了，伤成这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及时恢复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把考勤名单交给萧寒的，还告诉他你是考勤最差的学生。唉，老大的考勤虽然差，不过除了军事理论之外，其他每项成绩都很好。教官们一般都会对他手下留情，不会拿最严格的校规来处罚他。不过这次就奇了怪了，萧教官怎么能这么狠？明明知道是开玩笑的，还双倍惩罚。唉。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比欧阳飞还狠呐！哎，萧教官，哎，萧教官，萧教官，萧教官，你去看看萧浩吧，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刺激你吗？我跟他无话可说。 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俩闹别扭也该有个度吧？我只是公事公办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是他自己要求加罚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喂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喂，你再走就不是我的女神了。唉。大家都想当英雄啊！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把礼物带上来。王八蛋！据我了解。 这次决选的方式非常特别，为了考验学员的意志力和忠诚度，大帅亲自派出历届精英战队的优秀队员，扮成日本人，对学员进行严酷的拷打。这次考验还会有部分军校工作人员假扮人质，给学员们施压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屈服。所以呢，我就计划。 把萧寒也放进去，作为其中一个人质，让他为向浩演一出好戏。殿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向浩这小子不爱江山爱美人，到时候他必定会选择保护萧寒而投降。而那个沈文涛嘛，到时候肯定不会见死不救，那他们自然就会被极鹰战队所淘汰。本来这些不听话的，我们全部都要枪毙。但是我们皇军一向仁慈宽厚，所以给你们一个可以决定别人命运的机会。你们中只要有一个人投降，我们就会相应的放掉一个人质。否则的话，我就一个个送他们上路。要不然你把我放了，咱俩一对一单挑。一大帮男人这样对妇女，只能说明你们是畜生。老子不会投降的。 你们不是人，杀手无寸铁的人，你这个禽兽，王八蛋！下一个，我投降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把他们放了。我也投降，我也投降。 我投降，我投降！懦夫，你这个畜生！把他带走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投降！我不想死！懦夫！走吧，我投降！这个懦夫！一帮没骨气的家伙！
混蛋，没骨气的家伙！看见了吗？你的同学们都投降了，你还逞英雄给谁看？你笑什么？我像你这种人，还配做人吗？来人，继续给这小子注射！我要看他的嘴有多硬！呸！一个弹丸小国，敢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撒野，爷爷迟早把你们给灭了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他！等等，我差点错过了一个大筹码。你跟这个女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骗我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看来这噬骨水对你没用，就把这个留给她吧。你要是敢动她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去，给那个女人打一针，大剂量的。住手！住手！混蛋！我杀了你！混蛋！住手！你挺关心他的吧？那我就更要好好招待他了，把他带下去，好好伺候。混蛋！啊！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里面什么情况？后退，退后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救人。只剩下5分钟了。你们快去救其他人！好，走，快去！浩哥，小心，小心！小白，小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救萧教官去。小白，去啊！我带他走，你去救萧教官。你行不行？我没事，你带他们先出去，我去救小寒。小心点，一定要救出小寒。
恭喜你们，搭上了精英战队的末班车。人都抬上车，快点！啊，好，来了，来，走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！恭喜你们，成功通过考核，正式成为机营战队的一员。这些日本人都是大帅亲派的考官。原来这才是机营战队的最终决选啊！嗯。你们这是？来人呐，疼死了！小白，你没事，这点伤不算什么，又不是贞子的。都出血了。小白，来，你们之前设定的20分钟之内投降，就是考核的要求。没错，这次的反审讯考核，不但考察你们承受痛苦、保持忠诚的决心和意志，更是考察你们在困境中能否保存自己，甚至继续与敌人战斗的能力。所以，20分钟后，如果其他队员还是没有出来的话，一样会被机英战队淘汰。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2分钟。小浩，小浩，你们是吧？还有1分钟。杜峰，你们怎么出来的？向浩呢？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敌人都放倒了，但是向浩又去救小教官了。你们怎么？什么？小浩，快把他送到医院！向浩，向浩，向浩，向浩！校长，向浩超过了半分钟。我知道了。
他没事吧？嗯。苏医生。向浩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，应该很快就会苏醒的。苏医生，一切都麻烦你了，你一定要治好他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爱情的力量真是奇妙啊，可以让人完全突破生理的极限。啊，那个噬骨水的药剂是我配制的，常人注射1、2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们竟然给他注射了5瓶。5瓶的剂量会让人当场昏迷或休克。可是向浩竟然能发动大家起来造反，还背着你以一敌众，搏斗了那么长时间。唉，真是个奇迹啊！在医学上是根本无法解释的。我只可以把它解释为是靠他强大的意志力和强大的意愿，让他克服了生理上的阻碍。可是，这些能量的来源又是什么呢？喂！你别碰他！喂，你们放开他！放开他，让他走！向浩，向浩，让他走！你的心思啊，别人都听到了。让他走！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不仅偷走我的身份，还要偷走我爱的人。你是要偷走我的整个人生吗？我和向浩之前是真的在一起了，可是你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分开了。你终于承认了。我承认，我之前一直瞒着你。你龌龊地偷走了我的身份，我的爱情，还把我像傻瓜一样的戏弄。难道我就不会受伤了吗？我曾天真的以为，我用真心来待你，你也一样会用真心来回报我。但我选错了对象。善有善报这句话，只对善良的人生效。而你，根本就是一条毒蛇。我的真诚善良，非但没有感化你，反而成了你咬伤我的毒牙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，请你再相信我一次。我会离开向浩，我不想再听你道歉。如果你想离开的话，就请你现在马上立刻离开军校，离开向浩。我会离开，可是不是现在。你娘已经痊愈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可是你现在占着我的身份，占着我的爱人不肯放手。你不是不能走，是根本不想走。我曾经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，宽恕你，换来的是你一再的欺骗。我的好修养，在你这是没有用的。对你这样的江湖骗子，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必须要为你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萧寒，你又想替他来做说客是吗？
我之所以愿意替钱宝宝一直保守秘密，是因为她是个善良的姑娘。她用她的善良、真诚打动了我。善良的姑娘，我也曾经这样以为。可惜现实，就是现实。就是这个善良的姑娘，霸占着我的身份不放，还偷走了我未婚夫的心。如果心真的可以偷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了，不是吗？请你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你们只知道替他说话，谁又能了解我的委屈、我的痛、我的苦呢？我必须要钱宝宝在向浩面前消失，这一切必须马上终结。一旦钱宝宝的身份被揭穿，他会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，执行枪决。还有，我要提醒你，既然向浩已经爱上了钱宝宝，你现在去揭穿他的身份，这样向浩就会爱上你了吗？恐怕他只会更恨你罢了。干嘛去？现在的这个萧寒是个冒牌货，我要去揭穿他。揭穿他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凭什么一个骗子可以得到向浩的心？他不配。配还是不配，那是向浩说了算的。哼，我不管，谁让他冒充在先，让向浩爱上他。哎呀，我怎么才能让你明白，这个爱情啊？是没有是非对错可言的。你干嘛？昨天一晚上没睡，怎么不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？我睡不着啊。我觉着出来透透气，可以放松一下心情。那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心烦吗？没什么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说你爱上一个人，可是你发现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？我会选择守在他身边，理解他，保护他，在他能接受的范围里面对他好。希望有一天他会看到我的真心。那如果他永远都不知道呢？那无所谓啊，他开心就好。就这样的话，你甘心吗？我理解的爱，它的定义不是占有，真正的爱，也不是一瞬间的轰轰烈烈。我宁可选择细水长流一辈子，润物无声。宝宝，宝宝。老大，你可算醒了，急死我了！来来来，起来！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在监狱英雄救美的壮举，已经成为全校师生口口相传的神话了。浩哥，你太厉害了！腾啊，
你真是我顾小白的偶像，所以我决定画一张画像贴在教室后面，每次实战之前大家都烧香拜拜，绝对逢考必过呀。我还没死呢。开玩笑，老大。哎，刚才你一直在叫宝宝，宝宝是谁啊？小白，我渴了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啊？快去啊！啊，好。刚刚苏医生已经做过例行检查了，说你没什么大碍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你换下来的衣服我也已经洗好了，都给你放衣柜里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劳烦你了。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劳烦不劳烦的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不嫌我笨手笨脚就好了。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也看到了，让你离开钱宝宝，这个过程对你来说你会很痛苦，也会很煎熬。但我知道，你是个重情义又懂事理的人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你才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小浩，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我一直都在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萧寒，怎么，不请我进去吗？请进。今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是我态度过激了。我理解，换了是我，可能反应比你还强烈。我学心理学这么多年，自己遇到了问题，没想到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你别这么说，是我的问题。事实已经如此，都说无益。现在还是关心关心该怎么办吧。我劝你一句，你跟向浩必须分开。这不是我自私的请求，我是为了你们好。你知道，向浩是向少达的儿子，他一出生就承担了家族的使命。向家与萧家的联姻，也是这使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他背弃婚约，娶一个平民女子，向家和萧家都不会允许。现在龙城三足鼎立，向家的势力虽然最大，但沈家和李家后来者居上，随时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。而我们萧家的财力和社会名望，对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那么聪明，不用我说明了吧？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跟向浩？你越是靠近他，就越是会引火上身，迟早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你跟他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唯一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离开军校的。他对你一往情深，要分开谈何容易？不过为了他的前途还有安危，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这么多的曲折，会不会还像在火车上初遇那样，成为一见如故的好朋友？昨天凌晨的极鹰战队的决选淘汰过程，想必大家都还历历在目吧？之前我还听大家说，觉得选拔太简单，现在都知道了吧？我们的选拔绝非儿戏，是实打实、硬碰硬的，靠真本事。现在，我宣布此次极鹰战队最终决选的结果。大家都知道，忠诚是一个军人的最基本品质，不忠诚，何以能够用赴死的精神完成神圣的使命？所以，那些中途投降敌人的学员不适合继续留在极鹰战队，你们被淘汰了。淘汰学员离场，立正，向右转，齐步走。最后一名淘汰的学员，是唯一一名虽然成功逃出监狱，却超出预定考核时间的向浩。你也被淘汰了。我是超时了，但是我在考核中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教官们也都非常肯定。为什么会淘汰我？就是啊，我们都是被消耗救出来的，不能淘汰消耗，这不合理。规则就是规则，不能因为其他因素而改变。向浩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成功逃出监狱，就没有资格入选。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绝不容许你们申辩。校长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向浩没能及时逃脱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，而是为了救我们大家还有肖教官。否则的话，他早就逃出来了。非但不会超时，而且时间还绰绰有余。对于向浩的能力，我们大家都自愧不如。而且，就因为他救人而耽误了自己逃生的时间，就要否定他的出色能力吗？校长，我也觉得不应该淘汰向浩。校长，向浩救人务实是真，但并不能证明他的能力不足。好吧，既然向浩的去留有这么大的争议，我倒有个建议，不如让我们全校的教官公开投票决定此事。王副官，你以为如何？向浩这件事确实很特殊，我觉得再举行一次公开的投票选举也是一种好的解决办法。反对！反对！支持！支持！肖教官，向浩是你的未婚夫，你的身份投票恐怕不合适。肖教官，为了公平起见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现在的票数12比2平，反对和赞同的票数一样多。刘教官手里还有一票。刘教官，你这一票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小心投票。反对！
刘教官，他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在我宣布投票结果：赞成2票，反对3票。我宣布，向浩没有资格入选极鹰战队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向浩没有资格入选。太奇怪了，刘教官是最喜欢你的，却在这个时候投了反对票。我得找他问个清楚。别去了，刘教官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向浩，还想着在队长的角逐上跟你一争高下，可是你现在连极鹰战队的普通队员都不是了，连做我的手下败将都不够资格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以后进了普通部队，好好干，慢慢爬，总有一天，我相信你会有挑战我的资格。夏浩，怎么办？我求了李继周一下午，他还是不肯对你网开一面。谢谢你，别白费功夫了。他巴不得我不能入选。你别担心了，明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爹虽然旅居德国多年，但在军政部也还有些朋友，可能会帮到你。不用了，别让你爹知道我这边的事。我爹已经帮我想办法了，这件事就不用劳烦萧师伯了。你这样做，不会是怕影响钱宝宝的身份吧？你想多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入选极鹰战队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，难道它比这件事还重要？我不太舒服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夏浩，我请你醒醒吧。对不起啊。放手！每一次我有心事，或者是我很难过的时候，你都会第一个出现。这次也不例外。可是真正能给你安慰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谁说的？我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。对了，向浩的事有眉目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，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因为向浩那小子要回来跟我成为对手，有压力了吧？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我只希望向浩可以挺过去。如果他不能进入极鹰战队的话，绝对是极鹰战队的损失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
你都是站在最正义的角度去帮助相浩，我真的觉得你很大气。谢谢。你就这点本事吗？为什么不脱？力度不够。这样才是我认识的相浩。文涛，证据我找到了。沈军长给刘天泽的派遣令，是高美人给逼出来的。要不然算了吧，你就跟钱宝宝说，你去找了，什么也没找到。啊？这跟钱宝宝无关，也和我的面子无关。我最讨厌的就是我爹做这样卑鄙的事。不能害了相浩。少爷好。文涛，爹，我不知道是您记性不好，还是我记性不好。怎么了？我记得我提醒过您，我不希望，也不允许，您用对付敌人的手法来对付我兄弟。不允许？文涛，这是你跟爹说话的态度吗？您是不是用刘教官哥哥的命威胁他投向浩的反对票？胡说八道！你听谁说的？答案都写到您脸上了。儿子，爹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爹的良苦用心啊？您的良苦用心，都用在了如何陷害别人身上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理解。这个证据，我亲手交给校长。你给我站住！文涛啊，人家费尽心思，想尽办法向上爬，你却把这么好的机会拱手相让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这不叫拱手相让，这叫把偷来的东西物归原处。我说过，我是想赢向浩，但是我要赢得堂堂正正。那你如果输给了向浩呢？输就输呗，大丈夫愿赌服输，输了也不丢人。像您这样在人背后做这种龌龊的事情，那才丢人。文涛。
正如二位所见，这份派遣令证明了，在投票的前几天，刘天宇的哥哥刘天泽连升2级。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特殊待遇，是因为我的父亲沈国顺用利益跟他做了交换，目的是为了让刘天宇在极鹰战队决选的投票过程中给向浩投反对票。这件事我已经亲口向我父亲证实过了。既然上次投票的结果涉嫌舞弊，那么这个刘教官的投票就是无效的。所以这最终的投票结果是2比2。哎呀，结果依然难于决断呐。校长，可不可以给学员们一次投票的机会？他们跟向浩朝夕相处，是最有发言权的人。既然他这么坚持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为了公平公正嘛。不过沈文涛，我听说向浩是你们龙城军校里最有力的一名竞争对手，我倒是挺好奇，为什么你这次要站出来替你的对手说话呢？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，并不需要耍手段才能赢他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，我们龙城军校的教员中出现了害群之马，利用手中神圣的投票权营私舞弊，导致严肃的极鹰战队甄选程序遭到玷污，直接影响了投票结果。因为有一个人投的是无效票，所以现在投票的结果又变成了2比2平。还是不能决定向浩同学是否能够进入极鹰战队，但是鉴于向浩同学在选拔赛中的优异表现，我和校长研究后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现在邀请所有极鹰战队的学员参与投票，由你们决定向浩同学的去留。赞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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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现在我宣布，涉事的刘天宇给予开除处分。报告校长，听说我是刘教官最得意的学生，而刘教官也是我最敬佩的教官。我请求把刘教官留下。我们已经做出决定了，军校绝不容许营私舞弊的人存在。校长，我愿为刘教官担保，请你把他留下。我也请求把刘教官留下。我也请求把刘教官留下。我赞同，我们都赞同。我请求校长再给刘教官一个机会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而且刘教官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，我不相信在场的各位从来都没有犯过错。我们都请求把刘教官留下。把刘教官留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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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人师表，犯下这样的错，就算不将他开除，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刘天宇继续担任教官一职，但要记一次大过，扣军饷2个月。是。这件事情你拿主意好了。恭喜最终入选的16名学员，你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拥有了一个属于你们自己最骄傲的名字，那就是极鹰战队。不过，诸位不要高兴太早，极鹰战队是一个战斗的集体，
也是一个精英的团队。进入精英战队绝不是进了天堂，对于那些意志薄弱、能力低下的队员，这里可能就是地狱。请大家做好准备，随时接受各种挑战和严格的训练。精英战队的淘汰赛永远都会继续下去的。昨天的事，谢谢。这就是你谢谢的态度啊？好啊。看来不逼我出手，就表达不出我对你的谢意。你啊！哎，沈文涛，接下来的比赛，不要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那最好，别让我白费了功夫。立正，离队。怎么不欢迎我？和你们解释一下，我是和欧阳教官换了课，特意来带。我还以为刘天宇就此歇菜了，别懒懒没想到散散的他这么快就没事了。就是，还以为能偷偷懒呢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怎么，见到我很失望啊？是不是希望我走啊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您要是走了，没人带我们刻苦训练，舍不得。还是你有良心啊！等会儿一定好好练。小浩，之前的事，我郑重的向你道歉，谢谢你。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向你道歉了，就会在训练上对你心慈手软。是，请刘教官多指教了。既然大家对我那么好，那么重情义，我心里非常感动，所以我决定要加倍的对大家好。很久没有做你们又爱又恨的魔鬼训练了吧？今天我们就来练个痛快。刘教官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刘教官，饶命啊！怎么，意见很大吗？沈文涛，有没有问题？报告教官，没问题。很好，这才是军人。所有人都要向沈文涛学习，全体都有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教官舞弊的事情会牵连到你们沈家。你没做错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沈家。就算是我爹，我也不允许他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情。谢谢你，沈文涛。这句谢谢是替向浩说的吗？这小子已经当面谢过我了。不光是替向浩说的，也是替我自己说的。谢谢你不惜触怒你爹，也要帮向浩洗清冤屈。谢谢你肯帮自己的竞争对手。只要你能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你总是在我最需要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义无反顾地帮我。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。以身相许吧。原来我开玩笑真的不好笑。没想到背地里害向浩的竟然是我爹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真相终于大白了，向浩终于能达成所愿，入选精英战队了。你干嘛啊？其实我是条水草啊。
我就想知道，我这么大一活人在你面前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我当然看到了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能不能聊聊别人，也好好看看我？我一直在看着你啊。有吗？那我们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哎，向浩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耍我！等你不再找向浩了，我再陪你看电影吧。哼。爹，您这是？向浩被精战队淘汰，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。没想到最后却被沈文涛翻盘，真是前功尽弃，徒劳无功。又是萧寒。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派去调查的人已经回来了，说萧寒和另外一个姑娘同乘一辆火车来到龙城。不过下了火车以后，只有他和他奶娘，另外一个姑娘不见了。不见了？那另外一个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不清楚。下了火车以后，线索就断了。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尽快抓住他的把柄，把他赶出军校，否则他就是你的绊脚石。夏浩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我在西餐厅订了位置，想庆祝你顺利入选极鹰战队。对不起，我没胃口。哎，那我们要不然换一家江南菜馆，那儿的菜比较清淡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胃口。就当陪陪我。那我不为难你了，等你胃口好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去。谢谢。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你只是需要时间。时间就是最好的疗伤药，再美好的回忆，也抵不过遗忘。我会陪着你的。那我先走了。爱上一个人，或许只要一瞬间，可忘记一个人，却要穷尽一生。哎，来，来呀！哎，拦住他！我最近知道了一个特别大的八卦。哎，什么八卦？你们知道是谁救了向浩吗？谁呀？沈文涛！拦住他！多新鲜呀！全校的人都知道。我还以为什么新鲜事呢。快接住他！好了，这怎么不是大新闻呢？沈文涛宁可违背他老爷子的命令去救向浩，多令我感动啊！你说的吧，也不全对。救向浩的事啊，文涛确实出了不少力，但说到底，出力最多的是啊，萧教官。真的假的？暗地里帮他？哎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哦，哎，这事就传到这儿，别往外说了啊。哎，听见没？说你呢。哎，来，去啊！同学问一下，你有看到向浩吗？我刚看到他往后山去了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
要不是顾小白通风报信，我真被你给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刘教官的事是你帮我查的。没有。别再骗自己了，嘴里说狠话，心里控制不住的对我好，就那点心思全写脸上了。哎，放手！夏浩，你放手！对，我是想要对你好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。可是这样做不对，我不可以霸占不属于我的东西。你没有霸占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而是我霸占着你。萧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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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。你听我解释，你可以打我，但是你不能伤害他。有些话今天一定要说清楚，再这样憋下去，大家都会疯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心里只有钱宝宝一个人，我不可能离开他，也不可能爱上你。是我伤害了你，你要发泄就冲着我来。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就换了你这样的答案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一定会很伤害你，我知道这样的决定对你来说很难接受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我真的勉强跟你在一起的话，只会让我们三个更加不幸。我不想听。既然你们不会放手，那我也不会放手。萧寒，萧寒，萧寒，萧寒。夏寒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对不起，我5岁那年，向浩救了我一命，我就爱上了他。6岁那年，在我的请求下，我爹和向伯父做主，给我们定了亲。我对向浩说，给我一些时间，等我长大了，就做你的新娘。我10岁那年，我爹为了生，全家移居德国。我哭了3天3夜，在睡梦中被我爹娘抱上了火车。我知道向浩很优秀，这10几年来，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就为了能配得上向浩，为了能早日和他结婚。我缩短了德国的学业，申请来龙城军校当教官。终于，我等来了这一天，和他重逢的这一天。你一定会问我，一个几岁的孩子，哪懂什么是爱？可我就是这样，一直爱着向浩，爱了他10几年。或许这是一种执念，但我忘不掉，舍不了。
放不下，仿佛只要有了他，就有了全世界。失去他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叫欧阳飞，你呢？我叫刘露，我本是来龙城寻找亲戚的，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劫匪。因为我以前也是做教员的，我想你是龙城军校里面的教官，能不能在龙城军校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职位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露，是新来的助教。钱包包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校号还给我，好吗？我求你。我求求你。萧寒，哦，刘露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哦，好。欧阳教官，刘助教，昨天我听到一些我不该听的事情。你听到什么了？真的没想到，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是向浩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的心上人为什么会是他？又为什么会喜欢上萧寒的未婚夫？其实，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萧寒。你都知道了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么久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替代你。现在跟我去校长室，把事情搞清楚。来。哎，等等，不可以！如果你去揭发钱包宝，他会被判重罪，沈文涛和向浩也会受到牵连，甚至会被逐出精英战队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到现在你还为他们着想，他们有为你着想过吗？如果这一切都没发生，你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现在每个人都很痛苦。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。钱宝宝他答应过我，会把身份还给我的，只是他需要时间。求你不要告发他。我答应你，不过我这样做，只是为了想保护你。进来。报告，王副官到。哎呀，王督导，李校长，你去冲2杯咖啡来。啊，王督导，坐。李校长，我带回来了大帅指派的最新任务。这一次你们的精英战队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哎呀，王督导，你放心吧。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大帅的期望。不过这次的任务比较特殊，可能不需要大动干戈，但是却需要参与的人必须有勇有谋，坚决果断。是这样的，大帅的眼线传递回来消息，说日本特高课派出了一名高级间谍，很快就会到达龙城。这个人的身上带着一份极其重要的秘密文件，据说这个文件中
是日本在昆河3省潜伏的全体谍报人员名单。大帅说，他要亲自看看这份名单。我们这次任务就是盗取这份名单。不错，只要得到了这份名单，就可以搞清楚日本在昆河3省的所有谍报网，还有能摧毁他们这么多年苦心经营的整个间谍成果。这次你们精英战队的任务可是生死攸关，意义重大。虽然意义重大，但难度也不小啊。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更何况我们的队员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。这份名单极其重要，大帅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们，证明大帅对你们是有信心的。好，你们呢，赶紧好好准备。这是精英战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你放心吧，挑战越大，机会越大。立正。各位同学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大家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极鹰战队的一员。如今，终于要第一次独立承担任务了，相信各位都很期待。各位，我现在就代表大帅，向大家布置极鹰战队的第一次任务。日本特高科的一名高级间谍，将于近日抵达龙城。他随身携带一份机密文件，是昆河3省的日本特务的名单。诸位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这份文件。这次的任务要力求谨慎隐蔽，不可打草惊蛇。我们的目标是文件，不是杀人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各位学员，这是你们的第一次任务，我希望大家能在执行任务中积极思考，谨慎行动。另外，在这次行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队员，也将直接成为极鹰战队的队长。上次选拔赛，我们差点就成功把向浩踢出局，都怪沈文涛，这小子竟然把自己的爹出卖了来帮助向浩，还玩了一出兄弟齐心，这很不妙啊！如果他们两个和好如初，对你竞争队长的位置很不利呀。不止沈文涛在查，我还听说萧寒也在暗中调查此事。又是这个萧寒，这个萧寒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聪明得多，简直就是我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每次都能够让向浩逃过一劫。不如我们趁这个任务，把这3个人都铲除掉。怎么做？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极有可能发生枪战，到时候我们就安排一个枪法比较好的人，反正刀枪无眼，死无对证。就算找到证据，我们只说是误伤，也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希望你抓住机会，极鹰战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。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会用心安排的。